谢玉渊死的时候只有16岁，他是被人吊死的，所以成了吊死鬼。做鬼之后，他才知道在槐树上吊死的鬼地府不收，他的魂魄附着在槐树上，只有等待下一只吊死鬼出现才能去地府投胎。偏偏这处院子自他死后就被一把铜锁锁起来了，别说是吊死鬼了，就连个活人都看不见。老天爷似乎有意把他困在这棵槐树里，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。做人是不顺，做鬼亦不顺。谢玉渊心里恨得不行，更让他恨的是，每夜子时有个来自异世的吊死鬼，天天缠着他讲医术之道，用针之道，还天天在他身上左戳一针右戳一针，把他浑身扎得跟个蜂窝煤似的。这样痛苦的日子持续了整整6年。6年后，月圆之夜，斑驳的木门发出吱呀的声响。谢玉渊一看来人，身上根根汗毛竖起。他怎么会来？白衣女子立在槐树下，那一瞬，世间万般铅华也难掩她脸上的那份落寞。她将手中的麻绳往槐树上一套，慢慢将脖子套了进去。谢玉渊吓得魂飞魄散，眼睛要从眼眶里瞪出来。他等着下一个吊死鬼的出现，没想到竟然等来了他的母亲。娘！人鬼殊途，他喊破了嗓子，没人能听见。他离那棵槐树越来越远。小贱货，挺什么事呢？青天白日的去寻死，你倒是死啊！孙家上辈子做了什么孽，招了2个贱货进门？谢玉渊猛地睁开眼睛，茫然地看着眼前的一切，熟悉又陌生。做了6年的鬼，他不是应该去投胎吗？怎么又会出现在这里？你个老骚货，整天除了装疯卖傻就是勾引男人，窑子里的妓女都比你干净，破烂货，狐狸精！疼，别打！谢玉渊心里一惊，噌地从床上跳下来，冲到庭院，目光死死地盯着墙角边瑟瑟发抖的女子。她还活着。娘！我就说你个小贱货装死吧，我让你装！痛，就证明眼前的一切不是梦。老天有眼，又给了他一次重生的机会，一切从头再来了。这一世欠债的还债，欠命的还命，谁也别想逃。哟，小娼妇护着大娼妇，咱们孙家什么时候成了窑子窝了？这货是孙家二媳妇刘氏，一张嘴比粪坑还臭。哟，小王八蛋还敢瞪我，看我不打死你！二叔来了。当家的，今儿个这么早就从地里回来了？瞎嚷嚷什么？回去！刘氏被男人一吼，屁都不敢放一个，低眉顺眼的跟在男人身后。孙老二走到门口，顿下脚步，目光猥琐又阴沉的看了谢玉渊一眼。谢玉渊装作害怕的样子，就是低下头，住了眼底滔天的恨意。孙家一共有3个出嫁女，2个儿子。他爹虽然是老大，却是半路捡来的，孙老二才是孙家唯一的亲儿子。他爹打光棍到28岁，在乱坟堆里捡回来一个疯媳妇儿和一个拖油瓶女儿。疯媳妇儿就是他娘，拖油瓶就是他谢玉渊。那年他刚满6岁，娘虽然疯，却长得极美。孙老二自从他们进门，就像条狗一样的盯上了。好在爹把娘保护得很好，这条狗一直没有机会得手。就这样太平地过了几年。后来谢玉渊脸色煞白，缓缓合上了眼睛。后来光景不好，爹为了养活一家老小，
挑起长子的重担，跟人进山挖煤赚钱，10天才回来一趟。爹一走，那条色狗就开始蠢蠢欲动。一个月明星稀的寒夜里，娘还是被这个畜生堵住了门，而他则被孙家2条老狗绑在屋外，嘴里塞了破布。那一夜，他听着娘撕心裂肺的惨叫声，眼泪都流干了。孙老二发泄完后，色眯眯地摸了一把他的脸：“小贱货，很快就轮到你了。”爹从矿上回来，和孙家人大打出手。寒风中，他们一家人被扫地出门，寄住在村东头的破庙里。爹为了给他们2安个能遮风挡雨的家，冒险跟人去挖死煤，最后死在矿道里。再后来，谢家人找过来，为了掩人口舌，把孙家人杀了个精光，连条看门的黑狗都没有留下。重回谢家，他以为一切都会改变，却没有想到那只不过又是一个吃人不吐骨头的地方。被吊上槐树的瞬间，他发誓死后便做厉鬼，诅咒谢家满门。谁又曾想，人心的恶连厉鬼都自叹不如。做鬼6年，他没有等到谢家抄家灭族，却等到了娘上吊自尽。悲伤一波一波地漫上谢玉渊的眼眶，然而再睁眼时，心中已一片清明。娘，我们进屋。哦，看着熟悉的地方，谢玉渊一时有点恍惚。天杀的小贱人，还不赶紧做饭去，整天往房里一躲，你当你还是大小姐呢？2条狗都比养你们2个废物强。再次听到孙老娘的声音，谢玉渊的恍惚须臾冷成冰。当初就是他出主意让爹进山挖煤，把人支走，好让孙老二的念想达成。还活着是吗？很好，那就让他亲自来报这个深仇大恨。娘，你先歇着，爷出门，我出去做饭啊。高氏傻哼哼地笑笑，伸手在怀里掏啊掏，吃。他接住那块山芋皮，拍拍高氏的头，走了出去。谢玉渊将粥煮上，一低头看到柴火旁有张生火的纸，摊开一看，是撕下来的日历。他记得娘被奸淫是在冬至的前一天，这张纸显然是刚刚被撕下来，也就是说明天他们就要动手了。小婊子，发什么愣啊？猪食喂了吗？鸡鸭赶回笼了吗？整天就知道偷懒，还不快点干活去。谢玉渊一声不吭地低头绕过他，走到猪窝。爹在的时候，这些事情从来不让他干，爹一不在，孙家的人就可劲儿地使唤打骂他，亏爹还把赚来的钱半个子儿不少地交上去，一个个黑了心的。喂好猪食，鸡鸭赶笼，谢玉渊用碗捞了点干的，捞了整整1大碗，趁着没人的时候端给高氏。高氏是疯子，孙家人不给他上桌，1日3顿都是在自个儿房里吃。高氏几口就把粥喝到肚子里。谢玉渊端着碗出来，一抬头就看到孙老娘挥着笤帚朝他冲过来。小贱货，竟敢偷着先给疯子吃，我抽死你！阿婆，我爹后天就要回来了，看到我身上有伤，爹会心疼的。我日你个祖宗奶奶，你个赔钱货！今天晚上不许吃晚饭，10满1篮柴火才能回来，否则我打断你的腿！孙老娘破口大骂，可骂得再凶也是不敢动手的。老大把那2两当眼珠子疼，万一闹僵了，他赚了钱偷偷藏起来一点怎么办？一家人就指望着他那点挖煤钱做嚼头。谢玉渊拎着竹篮出门，走到大门口的时候，感觉身后有道视线，回头屋门口，孙老二拢着手站在门口，得意洋洋地看着他，眼里的寒光像条毒蛇。他心里一颤，这帮畜生
不会是想提前动手了吧？谢玉渊看了看天上一轮惨白的落日，转过田埂，飞快地往竹林里跑去。孙家人要脸，天黑前不敢光明正大的动手，他得赶在落日前回来。江南多竹林，一年四季葱葱郁郁。谢玉渊放慢脚步，在竹林里拨来划去，很快就找到了他想要的东西。为了防止孙家人起疑心，又赶紧拾了一箩筐的枯柴火，拼命往家赶。回家门，他看着娘房间里微弱的光，长长松了口气。这会儿孙家人已经吃好晚饭，一个个早早地进了房间。这鬼天实在是太冷，谢玉渊把篮子拎进厨房，再把桌上的脏碗收起来。一打开锅，锅里空空如也，连个粥汤都没有留给他。他浑不在意地笑笑，手脚麻利地刷了锅碗，又在另一个大锅里添满了水，给全家烧了洗脚水。孙老娘和刘氏先后进来打水，侍候男人洗脸洗脚。见谢玉渊缩在灶堂前可怜巴巴的样，连骂都懒得骂了。一锅热水用完，谢玉渊又添了一锅冷水，把柴房门掩上后，就着灶堂里的火，他用柴刀将竹条削成细针。做鬼的6年，别的没有学会，任学用针的功夫学了个炉火纯青。一锅水开了又冷，冷了又开，少女拿刀的手始终没有停过。浓密卷翘的长睫下掩去的是眸中万千恨意。这时屋外传来细微的开门声，果不其然，他们提前动手了。他看了看竹针的粗细长短，心木地提了起来。和那个吊死鬼手里的银针比起来，这竹针太粗糙，不知道能不能一击即中。不管了，先将就用。藏好针，他打了一盆滚烫的水，端在手里走出灶间。娘，热水来了。孙老二和孙老娘正抖抖嗦嗦地站在大房门口，商量是直接冲进去，还是骗那个小贱人来开门。冷不丁声音从背后横出来：阿婆，小叔，大冷的天儿，你们站在这里做什么？你小叔听说你娘挨了打，过来看看你娘。你娘细皮嫩肉的，你小叔心疼得紧。心疼你个大爷！谢玉渊抖抖嗦嗦走到门口，用身子挡在门前。小叔，太晚了，娘已经睡了，明儿个再说吧。孙老二精虫上脑，根本懒得废话，伸手把谢玉渊往边上一推。谢玉渊心中冷笑，就是一个踉跄跌出去，手里的热水像长了眼睛一样，劈头盖脸的泼到了孙老二身上。孙老二杀猪一样嚎叫起来，连连跳脚。孙老娘一看儿子被烫，气得头皮都炸裂了，抡起胳膊就去打谢玉渊。谢玉渊用手一挡，夹在指尖的竹针朝着他颊边的大银穴轻轻一戳。孙老娘只感觉脸上被蚊子轻轻地咬了一口，整个人直挺挺地仰面倒下，四肢一阵抽搐。变化就在一瞬。小叔，快冬至了，阿婆不会是撞到鬼了吧？鬼？孙老二吓得双腿一软，直直跪了下去。哼，怂货！谢玉渊身子一缩，装作害怕到极点，一溜烟儿跑进了屋，转身把门栓推上，身体虚脱似的靠在门背后。丫头，大银穴能使人的面部神经麻痹，竟然力道重到3分，人就能四肢抽搐。谢玉渊像被戳破气的皮球，慢慢坐了下去。那只吊死鬼果然没有骗他。刘氏听到动静，赶紧跑出来，一看到自家男人跪在大房门口，气得浑身都疼，不敢骂男人，手一插，哎呦，天杀的小娼妇，白天勾不着男人，晚上勾，这么欠操，怎么不去窑子里卖呀？你给我闭嘴！一道浑浊的声音冷冷地从背后响起，孙老爹脸色阴沉的能滴出水来。
刘氏被骂，屁都不敢放一个，目光狠狠地扫过地上的老女人，老不死的，一扭头气冲冲地回了房。孙老爹走上前，没出息的东西，还不把你娘扶起来！孙老二一咕噜把人扶起来，跌跌撞撞地背着就走。玉渊呐，之后你娘早点睡。玉渊听着这个声音，心里冷笑一声。这个老畜生看着一副老好人的样子，实际上猪狗不如。阿爷，你也早点睡吧。玉渊侧耳听外面的动静，等听到孙老爹脚步走远时，一转身，不知什么时候，高氏站在他身后，目光悠悠地看着他。娘，今天不洗脚了，咱们睡吧。他没回。谢玉渊眼眶一热，谁说疯子分不清好歹？爹对娘千疼万疼，娘心里也有他。还有2天，爹就回来了。谢玉渊扶娘上床，许久，清浅的呼吸声传来。他站起来，那条色狗没得手，心里肯定不甘心。后天爹就回来了，明天他们一定会找机会动手。要怎么样才能拖到老爹回来呢？回答他的是肚子发出的咕噜咕噜2声叫。谢玉渊才想起自己醒来到现在还什么都没吃。他从怀里掏出那半块山芋皮，一点一点咬进嘴里，脸上满足的样子，仿佛是在吃着这世上最美味的东西。一夜安睡，闫时刚到，谢玉渊悄悄起床，拿个竹篮走出家门，绕到竹林后面。吊死鬼曾经说过，你和哪个人就在哪个人的吃食里下巴豆，吃不死他也要拉死他。他现在想找的就是巴豆。现在12月，如果运气好的话，还能在地上找到几颗。东边慢慢小亮的时候，谢玉渊挖出了7、8颗小小的巴豆，赶回家。孙家人还没有起床，谢玉渊淘米生火，煮了一锅稀粥，烙了6个野菜饼。孙家人闻着饼香起床，6个饼一个儿都没给谢玉渊母女留。谢玉渊把粥端给高氏后，装着眼馋的样子站在饭桌前，孙家人只当没看见。不知道从哪里滚出来的野种，也配吃饼？喂鸡喂猪去！孙老娘一巴掌打在了谢玉渊的背上。阿婆，你身子这么快就好了？难道昨天真的是撞鬼了？被他这么一说，孙老娘吓得手里的碗哐当一声碎成片片。孙老爹当着小辈的面不好骂这个死老太婆，恶狠狠地剜了她一眼，甩甩袖子下地去了。孙老二见爹走了，赶紧跟了上去。谢玉渊转身把最后一点薄汤喝了。他妹啊！谢玉渊一听这个声音，拿碗的手陡然一顿。刘氏婚后生了1儿1女，儿子叫孙福贵，女儿叫孙兰花。他妹，你香我一口，我把鸡蛋给你吃。谢玉渊冷冷一笑，1、2、3。孙福贵，你又到这个小贱人面前耍贱，我才是你亲妹妹，鸡蛋给我吃。孙福贵不阴不阳地看了他一眼，翻了个白眼就走了。孙兰花没吃到鸡蛋，冲到谢玉渊面前，甩手就是一巴掌。小烂货，跟你那个疯子娘一样，早晚是妓院里的货。谢玉渊不闪不躲，一巴掌挨得实实在在，白瓷般的脸又红又肿。孙老娘听到动静，冲进来抬起腿，对着孙兰花就是一脚。你个赔钱货，你大伯明天就要回来了，让他看到，看他不打死你。我忘了。孙兰花朝谢玉渊啐了一口，没事人般走出了灶间。孙老娘阴恻恻地盯着谢玉渊看，阿婆，您放心，我不会告诉我爹的。哼，算你识相，把灶间洗干净一点。话音刚落，刘氏杀猪般的声音传来，什么？我男人拉裤裆了？哼，放你娘的狗屁！青天白日的，我男人怎么可能？当家的，
你怎么回来了？孙老娘听到儿子回来了，像阵风一样的跑了。谢玉渊慢慢抬起头，从灶堂扒拉出2个5熟的土豆，一个袖子塞一个。路过院子的时候，目光掠过2房的门口，巴豆磨成粉，只放在那条色狗的碗里，一样的吃食，谁也怀疑不到他身上。娘，你快竖着耳朵听，这个曾经侮辱你的男人，看我怎么一步步弄死他。谢玉渊下足了分量，孙老儿这一天就光顾着往茅厕跑了。下午太阳落山前，他整个人拉得脱了形，躺在床上像条真正的死狗一样。孙老娘吓得赶紧在灶间点了3根香，跪在地上磕头连连。昨天他病了，今天又轮到儿子，莫非真的是坏事做多了，招了鬼不成？这一夜是谢玉渊重生以来睡得最踏实的夜。翌日，谢玉渊依旧天漆黑就跑到了山坡下。有了昨天的经验，他很快又摸出了20几颗巴豆。这玩意儿成本低，功效大，必须随身备着，以防万一。回到家，刘氏已经在灶间干活。今天爹要回来，他再不乐意也得装个样子。高氏安然地端坐在堂屋里，乌发如黑，目似秋水，眉若远山，任是谁看了都以为她是大户人家的当家奶奶。想起往事，谢玉渊心里一酸。娘，爹要回来了。话音刚落，门外便响起了熟悉的脚步声。爹娘，我回来了。哎呦，老大回来了，早饭都烧好了，快进屋来。娘，赶了半宿的路，灰头土脸的，我回房洗一洗，马上就来。孙老大兴冲冲进屋。爹，你可回来了。孙老大一下子僵住了。爹，我好想你。是真想。如果说这个世界还有一抹温暖能化开谢玉渊那颗冰冷的心，这抹温暖一定是来自孙老大。阿渊呐，大水给爹洗把脸。谢玉渊看看娘，再看看他，勾出了他重生以来第一抹欣慰的笑。孙老大走至高氏身边，又嘿嘿地咧嘴笑着，高氏也跟着嘿嘿地傻笑。孙老大低头吧唧亲了他一口，高氏有样学样，踮起脚尖也去亲他，却亲了一嘴唇的炭灰，一跺脚别过脸不理人了。谢玉渊端了脸盆进来，正好看到爹在哄娘。爹，洗脸吧。孙老大3下2下洗了脸。谢玉渊端起脸盆走到外间，眼角看到窗下缩了个人影，抬手把脸盆一掀，孙老娘瞬间被淋了个满头满脸。阿婆，你怎么站在那里啊？对不住，我没看见。孙老娘恨不能冲过去把这个小贱人抽筋扒皮，脸上却挤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。嘿，你爹赶了半夜的路，一定饿了，我来叫你爹吃早饭。哦，爹，阿婆叫你吃早饭。孙老娘怕被儿子看到她的狼狈样，一溜烟儿地跑开了。阿婆，以后别站在窗下了，想听爹和娘说话就到屋里来光明正大的听，外头怪冷的。孙老娘一口老血差点没气喷出来，小贱人，落荒而逃。一只大手落在谢玉渊肩上，他抬起脸冲爹一笑。你的脸谁打的？是自己不小心碰的。孙老大满脸惊愕。爹，你难得回来，别因为我和家里生分了。走吧，阿渊给你盛早饭去。女儿越是这样说，孙老大的脸色越是绷得紧。爹娘，阿渊的脸上是谁打的？谢玉渊这时正好端着薄薄的米粥，孙兰花吓得脸都绿了。他和南花那死丫头闹着玩的。南花，赶紧给你大伯赔个不是，以后下手不许这么没轻没重。大伯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们俩玩呢。爹，我就说没人打我吧，你还非不信。我给娘端粥去了，你多吃点，刚走2步。哎呀，
孙老大赶紧站起来去扶女儿，看到碗里只有米汤。阿渊，你娘的饼呢？谢玉渊弱弱地挤出一个笑脸，扭头就走。你媳妇不爱吃饼，就喜欢喝粥，昨天阿渊烙的她都没吃。孙老娘睁着眼睛说瞎话。孙老大回到桌上，目光扫过众人的碗，他3下2下吃完早饭，走到灶间，揭开锅盖一看，锅里空空如也。阿渊还没上桌呢，他吃什么？瞬间，这个老实巴交的汉子似乎明白了什么，他深吸口气，从怀里掏出半块碎银子，塞到鞋底里。吃完早饭，刘氏收拾桌子，洗灶头。孙老大走到老两口房间，把10文钱放桌上。爹娘，这是10天的工钱。赶了半宿的路，回房歇着吧。孙老大前脚刚走，孙老二后脚过来。爹，什么时候动手？我等不及了。娘的，急什么？你把身子给我养好了再说。老大早晚要走，一个疯子，一个小丫头片子，想怎么弄死他们就怎么弄死他们，还不是3个手指捏田螺的事儿。孙老大回到自个儿房前，把门关上。高氏正在替他缝衣服，阿渊在旁边打下手。高氏风归风，做出的针线活计可不是1般2般的好，方圆10里都找不出比他更好的。阿渊，爹，啥事儿？藏起来，谁也别告诉我，这是爹额外挣的。谢玉渊看着手心里的银子，眼泪刷刷落了下来。半块碎银子是一个壮汉挖死煤10天的工钱，爹这个时候就已经开始铤而走险，为的是存钱给娘买个金簪子。阿渊，爹没用，以后爹一定多赚银子，让你和娘过上好日子。爹平安就是好日子。谢玉渊擦了把眼泪，淡定地把银子收进怀里。爹睡觉吧，我出去玩会儿。孙友平脸一红，知道女儿这是在给他腾地方。家里穷，大房就1间房，房里1张大床，1张小床。以前孩子小，他还能深更半夜等孩子睡着了，搂着高氏做那事儿。现在孩子大了，他总得避讳着些。孙老大心想，等攒足了钱，一定给女儿再起1间房间。谢玉渊走出孙家，直奔村里的郎中家。郎中姓张，也不知道是跟谁学了点医术，回村里自己扯了个门头，开铺子看病。张郎中医术不错，收费又便宜，10里8乡的人都愿意请他看病。平时张郎中很少在家，也巧了，今天天冷，张郎中没有出诊，在家挺尸。谢玉渊兴趣，张郎中，我想买你一副银针，要多少银子？屁大点小毛娃，买银针干什么？帮人看病啊。走，别在这瞎胡闹。张郎中，你一个人行医挺累的吧？想不想要个粗使丫鬟？我不要工钱，白干活。娘的，冬至快到了，莫非这丫头也被鬼附了身？怎么说的都是鬼话。我会洗衣做饭，还能磨缝衣服。郎中，你不考虑考虑吗？丫头，拿2块拿带着去。老子火油30有1，从来只被狗屎砸中过，什么时候有这种好事找上门呢？张郎中，那你还是卖副银针给我吧，你卖给我，我就走。张郎中被缠烦了。行，半两银子，1个子都不能少。郎中，你看这够吗？张郎中，他没眼花吧？这小丫头片子竟然掏出了银子。哎，郎中，你不会是看我人小，想把这银子抢了，再把我赶走吧？这小丫头片子狗眼看人低呀。他张郎中行走江湖20年，靠的就是个义字。从药箱里拿出布包裹好的银针，拿走。囊中果然童叟无欺。谢玉渊把银子往桌上一放，抓住了银针，宝贝似的往怀里一塞。
然后朝张郎中恭恭敬敬地鞠了个躬。就在这时，里面传来一阵细微的咳嗽声。张郎中猛地身子一颤，懊恼地一拍额头，他大爷的，自己才是鬼上身了，否则好好的怎么把吃饭的家伙给卖了？张郎中赶紧追上去，伸手一拦。张郎中，你这是要留我吃中饭吗？张郎中被这个长相秀美的丫头片子气得一脸三味真火，却不得不硬着头皮开口。那个小丫头，我跟你打个商量，这银针不卖了，我把银子退给你。闲货两清，郎中可不能出尔反尔啊。我就出尔反尔了，怎么着？心里这么想，话不能这么说。小丫头啊，这银针我是要给人治病的，卖给了你，我拿什么给乡亲们治病呢？郎中，这是你的事情，和我没关系啊。你，张郎中活这么大，就没见过这么难缠的小丫头，恨不得伸手抢回来才好。谢玉渊定定地看着张郎中，郎中悬壶济世，心里装着乡情，那我就把银针还给你吧。哎，这就对了。谢玉渊水亮灵动的眼睛忽闪了几下。不过我有个条件。还有条件？郎中一人行医太辛苦，就请我做个打粗的丫鬟吧，我不贵的，1个月5文钱就行。郎中你放心，我会洗衣做饭，还能磨墨缝衣服。张郎中活了半辈子，头一回遇到这种胡搅蛮缠还搅得理直气壮的人。又有2声咳嗽声从里间传出来，张郎中浑身一凛。成交。谢玉渊双手把银针奉上。郎中，还我银子。张郎中没好气地把银子扔过去。滚滚滚！郎中，口说无凭，你得给我写个字据。你！张郎中跳起来，满头青筋根根爆出，龙飞凤舞地写了几个字，往桌上重重一拍。谢玉渊拿起纸收进怀里。张郎中，明儿见。转身离开，他眼角余光瞥见里屋的帘子掀了一下，一双清冷而深邃的眼眸直入他眼底。谢玉渊心头一震，忙不迭地飞奔而跑，几个眨眼就不见了人影。徐怀，你入了他的套。张徐怀连肺都快气咳出来。反正咱们家也缺个打粗的丫鬟，1个月5文钱，我累不死他。啊，对了，这小妖精叫什么？谢玉渊一口气跑出半里地，实在跑不动了，才往田埂上一坐，摸摸额头。没错，他一开始的目的就没打算花钱买银针，而是做张郎中的下人。吊死鬼教他怎么行针，教他怎么看病，但他只活到16岁，痢疾什么症状，痛风什么症状，伤寒又是个什么症状，通通都是纸上谈兵，实践才能出真知。银针不能只用来防小人，还要用来救人赚钱。只有赚够了足够的银子，才能带着爹和娘远走高飞。留给他准备的时间没有多久了，而这方圆几十里只有张郎中一个大夫，不找他找谁呢？只是内间里那双让人生寒的眼睛会是谁呢？可以肯定的是，那双眼是个男子的，而且是个极为年轻的男子。前世张郎中是个老光棍，没听说他有个儿子呀。就在谢玉渊想得脑袋都快炸了的时候，后背重重地挨了一记巴掌。你个杀千刀的小贱人，躲在这里偷什么懒？还不快回去做饭！谢玉渊回头冷冷地看着孙兰花，我爹在家，你也敢让我干活？不怕我爹活撕了你？哼，我娘晕倒了，你爹就算再想撕了我，你也得给我干活。谢玉渊眼中的惊讶一闪而过。实话告诉你吧，我娘怀孕了，不像有的人到现在都没有给孙家留下个种来。谢玉渊转身就走，怪不得孙老二冒着被爹打死的危险也要向娘动手，原来是刘氏不能侍候了。
回到家就看到爹在门前劈柴火，刘氏坐在大太阳底下翘着个二郎腿，悠闲地嗑着不知道从哪儿来的瓜子。谢玉渊瞬间明白过来，刘氏趁着爹在家晕倒，就是明明白白地告诉爹，老娘我怀了身孕，金贵得很，以后这家里的活你女儿做。果不其然，老实巴交的孙老大朝女儿投去歉意的眼神。阿月，一会儿你生火，爹来做饭。爹，我也就只能帮你这一日，明儿个张郎中让我去他家干活呢。放你娘的屁！张郎中怎么可能让你去他家干活？青天白日的，你做什么梦呢？谁不知道张郎中这人是个夹生货，就怕别人偷学了他的医术，抢了他的饭碗。村长家的二小子就送了好几两银子，头皮都磕破了，想拜倒在他门下做个药童都没成。海渊，你瞎说什么混话？阿婆，他脑子和他娘一样，拎不清。阿月，你说的都是真的？当然是真的。张郎中还说了，每月给我5文钱。兰花姐姐，你妈怀了孙子，以后家里的活你可要多出把力啊！我得给家里挣钱呢。这小贱人真的疯了不成？大疯子生出个小疯子，孙家从窑子窝变成了疯子窝。这小贱人要真能每月赚5文钱，嘿，我叫他祖宗都行。谢玉渊把3人的表情都看在眼里，走到孙老娘跟前，递过纸。喏，阿婆，你看，这是张郎中立的字据。孙老娘不识字，家里唯一识字的人就是大孙子。哎呀，大孙子，这上面写的什么？请玉渊做佣人，每月5文钱，怎么了？哎呦喂，我的个小祖宗哎！孙老娘实现了自己的诺言，笑得见牙不见眼。孙家这是要发呀！哼，阿婆，谁知道这纸是真是假呀？万一是假的，给街坊邻居知道了，哼，不要给人笑死啊！谢玉渊，你给我说实话，这纸是真是假？要是假的，老娘我打断你的腿！谢玉渊吓得赶紧躲进爹身后，也不说话。妹妹啊，咱们家里虽然穷，但也不能说谎啊。就是，整天满嘴胡话，谁教你的？爹，阿渊没有说谎，不信你去问张郎中。大伯，我去问。曾富贵丢了这一句，撒了腿就跑。没过多久，他气喘吁吁的又跑了回来。张郎中说，明儿寅时3刻，他要吃到热乎乎的粥和土豆饼，吃到半颗粥扣工钱。孙老娘心里乐开了花，1个月5文，10个月就是50文呢。这1年下来，可就是笔巨款啊！口嘴里吐不出象牙来，还不赶紧喂猪、喂鸡、洗衣做饭去？以后这些事儿做不完，今天没你吃饭的份。孙兰花捂着半边脸，凶悍地瞪了谢玉渊一眼。爹，兰花姐瞪我，她是不是不乐意我赚钱啊？你个赔钱货，瞪什么眼睛？再瞪老娘把你的眼睛挖出来，还不快干活去！孙兰花是既挨了打又挨了骂，看着阿婆手里的扫帚，只能忍着愤怒乖乖去干活了。刘氏见女儿吃亏，又气不过谢玉渊这么好的命，天杀的张郎中，你是眼瞎了不成？我呸！莫非你也是眼馋高氏的美色？张郎中心想，这是哪家的小媳妇儿在惦记他？吃完中午饭，他搬了个矮凳子，坐在太阳底下晒太阳。爹明天就得回矿上了，他往张郎中那边去，家里就剩下娘一人。孙老二不会放过这个好机会，想个什么法子才能护得娘的安全呢？总不能天天给那条死狗下巴豆吧？爹不去矿上是最好的办法，但孙家绝不可能让爹不去。唯一的办法就是把娘先带在身边，找个什么理由把娘带在身边呢？天暗了下来，谢玉渊借口到张郎家中去一趟，走出孙家，来到村西头的破庙。这个破庙就是上辈子他们被赶出孙家的栖息之地。谢玉渊在破庙前静静站了一会儿，敲开隔壁陈货郎的门。这个村庄是孙家庄，陈货郎是陈家庄的人，到孙家庄是来做上门女婿来的。也不知道是不是他的命太硬，把老婆一家人通通克死了。前世他记得陈货郎再有2个月又说了一门亲事，要到别村去做上门女婿，破房子留着没用，5两银子卖给了李正。
大房早晚要和孙家分开，破庙不是人住的地方，他得为将来早做准备。陈货郎见是孙家的拖油瓶，没当回事儿。陈货郎，我有个东西，求你帮我卖了。啥东西啊？一块玉，我要100两银子就行，多卖的算你的。100两银子的玉，那得好成什么样？谢玉渊解下一块玉，递到陈货郎手上。雪玉，陈货郎走南闯北，一定知道这玉是狱中极为罕见的珍品，别说100两银子，就是1000两都未必能买得到。你从哪来的？既不是偷来的，也不是抢来的，是从小就挂在我脖子里的。你们孙家怎么可能会有这么贵重的东西？陈货郎，我不姓孙，我姓谢。对呀，他怎么就忘了这一茬？我想治好我娘的疯病，又没钱，只能把玉卖了。陈货郎，你看能卖多少银子，你自己看着办，我只要100两。行，我帮你卖，只是卖得出去卖不出去那不好说。只要陈货郎心不黑，3天之内，我想是一定能卖出去的。小丫头，你还真舍得。哎，万一谢家人找来了，这血玉说不定还能证明你的身份呢。陈货郎，我没啥身份，我就是我爹的女儿，我先回了。哦，陈货郎，这事儿你得帮我保密哦，不能让孙家人知道。这丫头就这么走了。陈货郎简直目瞪口呆，连个字据都不要，他就不怕他拿了这么贵的玉跑了？夜色中，谢玉渊回头看了陈货郎的家，淡淡一笑。玉中带血，对世人来说是宝玉，但对他谢玉渊来说却是灾玉，丢得越远越好，这辈子都不要在他面前出现。回到孙家，远远的就看到爹站在大门口，探头探脑。真是野丫头，天黑了还不着家呀？爹，囊中家有病人，我多留了一会儿。那边事多吗？再多我也应付得过来。爹，歇了吧，明儿一早你要赶路。不急，爹有几句话想对你说。爹，你说吧，我听着。在郎中家机灵点啊，人家让干什么就干什么了，要是活重了就回来，爹呀，养得活你。爹，囊中家没啥重活，就是洗洗刷刷的。爹放心吧。你娘她，娘怎么了？孙老大憋红了一张脸，不知道要怎么开口。爹是怕娘在家受欺负？孙老大重重地点了几下头。他虽然不聪明，但绝对不傻。爹，囊中家离咱们家不远，我一有空就会回来看娘的。只能这么着了。爹别担心，你和娘我都会护着的。寅时不到，谢玉渊被帘子外细细索索的穿衣声给惊醒了，他赶紧起床给爹做早饭。孙老大吃了顿热乎乎的早饭，交代了几句，匆匆消失在黎明的夜色里。他一走，谢玉渊拉着高氏便往张郎中家去了。孙老娘是被饿醒的，到灶间一看，冷锅冷灶，连个鬼影子都没有。都日上3竿了，这一大家子还没有动静，瞧着一个个懒的。孙老娘一脚把门踹开，连个鬼影子都没有，都走了。走进里屋，一通乱翻，翻半天什么都没有翻到。一转身，看到孙老二抱着胸，嘤嘤地看着他，不声不响地站在门口。你做鬼呢？娘，老大和小贱人都走了，今儿个白天动手吧，我等不及了。孙老娘有些犹豫，玉渊那个小贱人现在到底是挣了银子了，万一……你犹豫啥呀？高氏是个疯子，谁会信他说的话呀？再说了，我和大哥是兄弟，那个疯子分得清是谁睡了他吗？行，今儿动手，一会儿我把刘氏他们都支走。咦，那个疯子呢？那个疯子正往灶堂里塞柴火。娘，火压着点儿。谢玉渊把锅盖一盖，走出灶间。囊中，早饭好了。谁让你一大清早过来的？囊中，不是你让我演示3刻来的吗？我做了碗豌豆稀饭，烙了4个土豆饼，挺香的，趁热吃吧。对了，囊中身上的衣服都好几处破了，我把我娘请来了，她还针线活好，帮着囊中缝缝补补，不算工钱，就是做好事。来一个还不够，还要再带一个疯子来，是可忍，囊中不可忍。
张郎中怒气冲天，噔噔噔地跑到灶间，一抬眼傻了。灶间，高适睁着美丽的凤眼，怔怔地看着面前的陌生人，整个人呆呆的，眸子里都是迷茫。张郎中一下子反倒不知道说什么好了。郎中，我娘虽然是个疯的，但不会伤人，你把你的破衣服拿出来吧，等补好了我就让她回去。这么漂亮端庄的女人会是疯的？行吧，还有几条被子，也让你娘帮着缝一下。郎中，被子在哪里？我帮你去拿。那个男女有别，我的房间你别进去。还有，我这院虽小，规矩却大。郎中，规矩是什么？你说。东屋住着我的侄儿，他得了个古怪的病，吹不得风，见不得光。那屋你别去，每日3餐端到门口就行。郎中，我晓得了。后院那些个草药也别乱动了，少了一根，你给我卷铺盖走人。我不会乱动的，放心吧。张郎中脑子里想了半天，似乎也没什么可交代的，一拂袖又回了房。谢玉渊心想，这算什么大规矩？谢家的规矩那才是大到天上去呢。正想着，都缝一缝。高适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，像幼鸟似的对周围的一切充满恐惧，直到手里拿到针线，他的脸上才有了一点血色。谢玉渊回灶间盛了早饭，端到东屋门口，把碗筷都放在竹椅上。少爷，吃早饭了，天儿冷，得趁热吃。见屋里没动静，谢玉渊也没有等，把余下的早饭一一摆上桌。张郎中吃好早饭，就陆续有病人过来看病。谢玉渊怕高适见多了陌生人发病，把他挪到灶间，自己则在外面打下手。他的眼睛耳朵都没闲着，把张郎中给病人说的话、开的方子一样样记在心里。孙老娘走进来的时候，就看到这样一幅场景：张郎中半眯缝着眼睛，一只手搭着病人的脉，老神在在。一旁，谢玉渊那个小贱人正在添茶。阿婆来了，是来找娘的吗？娘在灶间给郎中缝衣服和被子，郎中说娘的针线活好，要帮着在这里缝几天。孙老娘一张口，发现自己不知道该说啥。阿婆不用担心，我会把娘照顾好的。张郎中是个大善人，不会白让娘干活的，总会给几个钱的。我哪里是来找你娘的，我就是不放心你，好好侍候张郎中，多点眼力劲儿。那阿婆慢走，我就不留你了，郎中那里离不开人。孙老娘看着他的背影，他什么时候说要走了？谢玉渊走进屋，脸色变了变。那老钱婆看他是假，把娘弄回去是真。幸好他早有准备，否则……咕噜咕噜2声传来。谢玉渊眼明手急，去灶间忙活。不多久，热腾腾的饭菜就端上了桌。张郎中闻到饭香，赶紧把最后一个病人打发走。郎中，灶间里的那些鱼啊、肉啊，我没敢动。只管动，记住，1天2顿饭，午时1顿，晚上1顿，每顿3菜1汤，只准多不准少。我侄儿的中饭送去了吗？还没有，等郎中吃完了，以后先给他送过去。我知道了。送饭的时候，谢玉渊依旧把饭菜放在竹椅上，依旧在外头喊了一声，只是目光再也没有往东屋瞧一眼。人都是死于好奇，孙郎中看病、开方子、扎针，前前后后也就赚个1、2文钱，还要养个吃闲饭的侄儿，银子从哪儿来？看来张郎中多半是个有故事的人，他还是老老实实的偷师学医，等学成了拍拍屁股走人。回到灶间，高适还在缝衣服。娘，不用做那么快，小心伤眼睛。衣服就那么几件衣服，都补完了，娘就得回家。他现在还没有想到新的借口把人留在身边。他没回呢，还早呢，还要10天。娘别急，爹会回来的，你乖乖的，等爹回来，我让爹给你买糖吃。哦，天黑，谢玉渊扶着高适回家，安顿高适睡下，把门反锁，灭了油灯，躺在高适身旁，睁着2只黑亮的眼睛，把今天在张郎中身上学到的东西一一回忆。
好酒啊，你来一口吧，喝完好练功。这南边的天儿啊，真受不了，能冷到人的骨头里去。少年闭着眼睛，准确无误地接过酒。没味，将就喝吧。虽然不能跟咱们草原的烈酒比，但好歹1两银子一壶，贵着呢。行了，扶我出去吧。张郎中走过去，伸手拖住他的胳膊，引着他往外面走。走到外间，他把张郎中推开，深提一口气，开始练武。他手上没有兵器，只出拳，拳风阵阵。张郎中转身拎出个煤炉，上面正煎着翻滚的药。对了，那丫头片子的身世，我让人查了下，大有来头啊。少年行拳突然变快，仿佛根本没听到他说的话。张郎中气得胡子翘翘，一边打拳一边唠嗑，也不耽误他多少事儿，偏他一本正经。那个勾氏也大有来头，你知道他娘家是谁吗？少年继续打拳。张郎中，少年收了拳。明天别让人家小姑娘饿着肚子。你个瞎子，怎么就知道人家小姑娘饿肚子？她今天要不吃点瘪，你会心情好的喝酒吗？你他娘的，是我肚子里的蛔虫吗？都不容易，得饶人处且饶人。至少他做的饭，人能吃。我做的难道就不好吃吗？你做的只能喂猪。狗日的！张郎中气得朝少年竖了竖拳头。喜欢，别冲我挥拳头，你打不过我。这货到底是不是瞎子啊？冬日的清晨，天气阴寒。谢渊带着高氏到了郎中家，有了昨天的经验，不消片刻，热腾腾的薄粥和香喷喷的烙饼便起了锅。谢渊把早饭摆到东厢房的房门前，便回了灶间。这时，张郎中慢悠悠地踱着方步跟进来。以后饭再多煮点，替我张郎中干活，还饿肚子，你想恶心谁呢？不少你们娘俩一口吃的。谢渊双腿一屈，谢谢郎中，谢谢郎中，我和我娘不会吃白饭的。张郎中面无表情地转过身，甩袖而去。郎中，你帮我，我不会让你后悔的。张郎中脚步一顿，骂骂咧咧几句，便不见了人影。午后，邻村有个汉子上门请张郎中出诊。郎中，我陪你去。算了，我来背吧。不用，我来背。从邻村看完病回来，天色渐黑，谢渊挽着娘回家。回家的路上，到陈货郎家绕一圈，一连3天早出晚归，日子过得异常平静。这日晚间，一家人刚睡下，就听见啪啪啪3声敲门声。谁呀？大半夜的。哟，陈货郎啊，您这是？孙大娘，我找你们家玉渊。你找那丫头干什么？听说她10几个字，请她帮我独分家姓，这1文钱给大娘买个零嘴吃。哎呦，乡里乡亲的，这多不好意思啊！啊，对了，我大孙子识字啊，要不……孙大娘哪敢劳咱们村将来的秀才呀？玉渊这丫头就行了。陈货郎，你这张嘴啊！谢渊听得心里咯噔一下。深更半夜，陈货郎急匆匆找上门，是那块玉卖着钱了，还是惹出事儿了？他赶紧扑去。孙老娘，到你家堂屋里借个火。孙老娘拿了钱，简直乐疯，赶紧把人请到堂屋。谢玉渊见孙老娘腿下生根，竖着2只耳朵不肯走。阿婆，你把2文钱还给人家，这乡里乡亲的多不好意思。你个250的东西，给了就是我的。孙老娘气得头顶冒烟，转身就去了房间藏钱。陈货郎，怎么样？成了，快收起来。当真？银票就在眼前，你这丫头咋不信呢？谢渊心中大喜，赶忙把银票收进袖口。大晚上的找上门，吓死我了。今儿晚我就回陈家村。谢渊一惊，他记得前世陈货郎没有那么快回陈家庄，深更半夜这么匆匆忙忙。陈货郎，你回了陈家村，那房子能卖给我不？你这是？我想给爹和娘安个家，近1000两的银子都赚到手，谁还在乎那5两银子的破房子？行，送你了，回头我托人给李正捎个讯。谢谢陈货郎。还有件事情，我想拜托你。说。明儿个能不能给我爹捎个信，就说娘病了，让他初7晚上无论如何都要赶回来。小事一桩。还有，
这是天知地知。哎，你知我知。陈货郎利落地接了下一句，大步消失在夜色中。哎呦，他怎么这么快就走了？这信上写什么了？陈家庄的爹娘让他回去呢。回到房间，谢玉渊掏出5热的银票，月色如洗，暗夜依旧。他心里清楚地知道，有了这100两银子，他的人生已然不同。日子转瞬即逝，一晃就是初7。夜晚悄然而至，谢玉渊从张郎中家回来，就往灶间去烧水。冬日天冷，村里人1个月也懒得洗回澡，但高氏爱干净，10天定要沐浴1次，否则就要闹脾气。孙老大宠妻，特意到山里砍了几棵树，给妻子做了个木桶。谢玉渊人小，只能用木盆一次次盛了热水端到了房里。孙老二好不容易消停了几日，一看那疯子要洗澡，馋得口水都流下来了，钻进二老的房间里一商量，3人打算趁着疯子洗澡时动手。谢玉渊最后一盆热水倒进桶里，娘，我帮你脱衣服，咱们趁热洗澡。他呢？你爹在矿上呢，还有几天就回。哦。水声传来，迎在墙角的孙老二欲火焚身。玉渊呐，阿婆叫你。来了。门吱呀一声打开，谢玉渊拎着木盆走出来，一只大手突然捂住了他的嘴巴。孙老二拿出事先准备好的麻绳，将谢玉渊的手脚捆了个结结实实，末了又塞了一块破布在他嘴里。呀，把人绑墙角，这丫头年纪不小了。谢玉渊怒目圆睁，即使上辈子已经经历过一次，他的心里仍抑不住的悲愤。小浪货，你瞪我也没用，你那疯娘小时我今儿个是睡定了，等我睡了你娘，改明我再来睡你。谢玉渊脸色煞白，青筋爆出。孙老娘反起手狠狠一巴掌，贱货！这一巴掌将堵在谢玉渊嘴里的破布打掉。老钱婆，我以高家惨死的列祖列宗发誓，你们要是敢动我娘一根汗毛，我让你们孙家都不得好死。孙老娘吓得浑身一颤，心里有种不祥的预感，但来不及细想，就听到屋里的儿子连连惊呼：娘，来搭把手，这女人性子烈得很。贱货，回来再收拾你。屋里噼里啪啦一通乱响，听得谢玉渊胸口痛楚难当，自有烈火在灼烧。爹，你在哪里？快回来！他咬咬牙，用尽全身力气嘶吼：救命啊！爹，救命啊！谁来救救我娘！老天像是听到了他的呼救声，木门被一脚踢开，孙老大脸上充斥着滔天的怒火。爹，救娘！孙老大像头野兽一样冲进房里。这个老实巴交的汉子看到了此生最让他难忘的一幕，他的妻子被他的弟弟压在身底下，而他最最敬重的娘亲则死死地锁住高氏的手。我和你们拼了！孙老大低吼一声，狂风般的拳头落了上去。冬日寒夜，惨叫声漫了天地，漫了世间。孙老二被一脚踢出来，像条死狗一样伏在地上。孙老娘呼天抢地，孙老爹和孙老大扭打在一起。孙家庄平静的夜被刺破了，人们从四面八方涌赶来。纷乱的人群里，李正大人阴沉着脸走进来。出了什么事儿啊？这畜生发狂了，连娘和老子都打。李正大人，是我二叔想糟践我娘，我爹才发狂的。谢玉渊轻柔的声音像炮仗一样在众人耳边炸响。我的天，小叔子奸污疯嫂子，这他妈是畜生干的事儿吧？众人的目光像刀子似的落在孙家人身上。放你娘的屁！不许打我女儿！大人，他们为了糟践娘，把我绑了起来。他们还说，等糟践了娘，再来糟践我。话落，被人死死压住的孙老大嘴里爆出一声绝望的吼叫。他在暗无天日的矿道里拼死拼活，结果，畜生都没这么不要脸的。哎，老祖宗的棺材板儿要压不住喽。欺负人家孤儿寡母，致是作孽。李正大人，是这个疯子先勾引我家男人的。二婶，做人要对得起良心，
得为肚子里的孩子积点福。哎呦，原来是自家女人不能睡，才想睡大哥的女人。我呸！李正心里呸了一声，这老孙家还要不要点脸呢？干出这种生儿子没皮眼的事，都替他们臊得慌。孙老大，这事儿你打算怎么办呢？突如其来的变化把这个老实巴交的汉子打懵了。把他家老二叫起来打一顿吧。有屁用啊！送到官府吃牢饭。哎，跪在地上磕头赔罪。七嘴八舌中，谢玉渊轻轻地吐出2个字：分家。寂静，死一样的寂静。孙家庄的规矩，父母在，不分家。做梦都没有想到这丫头会说出这种话来。李正大人，我二叔想糟践我娘，已经不是1天2天了。我爹1年到头不在家，我和我娘躲得过初1，躲不过15。这个家要是不分，我和我娘也只有死路一条。哎呀，怪可怜的，总不能真的逼着娘俩去死吧？哎呦，再可怜也不能坏了祖宗的规矩啊！哎，人家孙老大是捡来的，又不是亲生的，算不得坏规矩。这话就像瞌睡递了枕头。李正大人一听，心里立刻有了主意。孙老爹呀，你什么态度啊？不能分。一家的嚼头都在老大身上，这家一分，老二是个不中用的，自己家吃什么喝什么。对，不能分。虽然老大是捡回来的，可也是我一把屎一把尿养大的。现在翅膀硬了，拍拍屁股就要分家，哪里有这么好的事儿？先还了我们老2口的养恩再说。阿婆，养恩值多少银子？20两，不对，50两。拿出50两，你们一家3口拍拍屁股给我滚。哼，拿不出，我听我儿子给那疯子磕头认罪。今天这事儿就算过了，谁也不许追究。50两，我这辈子都存不到啊！哎，分家别想了，还是捞点实惠的吧。哎，要我说，在院子里砌堵墙，把大房2房隔一隔。爹，分50两，我认了。义正大人，听到没有？他认，大家伙都在啊，他认这50两，也别说我这个做娘的狠心。1个月内，你必须给我把那50两拿来，否则我就上衙门告你去。画押，画押！我爹不识字，我来替他画。立刻有人上前替他松了绑。谢玉渊手拿过纸笔，在上面郑重地写了3个字：孙有平。孙老娘一把抢过纸，不呸，滚！立刻就给我滚！别在我们孙家的地盘上杵着，对，滚出去！父女对视一眼，走进屋，把受了惊的高氏扶出来。一家3口安静地站在那里，不争不辩，相依为命，反倒博了不少同情。谢玉渊走到李正面前：大人，各位乡亲，你们都看清楚了，我们一家3口空着手出来，没拿走孙家1针1线，等改明儿50两银子还了，就2清。哼，等你还了再说吧，小贱货，否则回来看我怎么弄死你。爹娘，我们走。抬头挺胸地走出孙家充斥着恶心的房屋。月色如洗，暗夜依旧，漫天的雪花散落下来。他摊开手，一朵雪花落在掌心，瞬间消失不见。他心里清楚地知道，这一步他终于走出来了。等一下，孙老大，这是陈货郎让我给你的，正好可以落脚。谢谢大人。有房契吗？有。回头我来拿，顺便给大人磕个头。李正大人眯了下眼，难怪这孙老二绞尽脑汁要干坏事儿，光看这小的就知道那大的是角色。一家3人走到了陈货郎的屋前，拿钥匙开了门。爹，你清扫卫生，我去给你弄点吃的。孙老大此时此刻才相信刚刚发生的事情是真的，重重叹了口气。爹，别愁，咱们有钱，看。你哪来的银票？谢玉渊把托陈货郎卖玉的事情一五一十说了出来。那玉虽然珍贵，却也不是什么好物件。我和娘不要大富大贵，就想跟着爹踏踏实实过日子。皓月，爹没让你和你娘过上好日子，反而……爹，过去的事儿咱不提。明儿个我去张郎中家把银票换开，50两给孙家送去，还有50两够咱们3过几年好日子了。
孙老大看着女儿稚嫩的面容，半句话也说不出来。高氏似察觉到，怯生生地拉了下他的袖子。等男人的眼睛看过来时，他嘿嘿嘿地傻笑了下。爹，以后你别再去矿上了，就在家陪着娘吧，咱们省着点用，日子总过得去的。孙老大一听这话，心里有数，离开孙家不代表危险就不在。行，矿上我不去了，回头我到后山啃几亩荒地，清河点呐，饿不死人。谢玉渊没想到他答应得这么爽快，爹不去矿上，也就意味着不会因矿难而死。他不死，谢家也许不会再找上门。命运的齿轮在他重生的那刻起，慢慢改变了轮轨，像是老天爷看在他做鬼6年的份上补偿给他的。他不求花好月圆，美满如碧，唯求这一对夫妻平平安安，白头到老。而此刻的孙家，孙老娘一巴掌甩在孙兰花脸上：“你混说什么？陈货郎怎么可能把房子送给老大？绝对不可能！我哪敢胡说？隔壁二狗的阿公亲眼看到的，现在大伯一家都已经住进去了。闭嘴！他不是你大伯，他就是个忘恩负义的野种！”哎呀！疼死我了！疼死我了！娘，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，要不要让张郎中来看？银子呢？刘氏见他亲儿子都舍不得花钱，气得眉梢高挑，一摔帘子走人了。反正疼的又不是他。娘怀着身子，我陪娘去。娘的，一个一个都想造反了不成？儿啊，你忍忍啊，这些都是皮外伤，挨几天就好了。孙老二一听这话，嚎得更响了。孙老娘听了一会儿，实在听不下去，找男人商量是不是把张郎中请来瞧瞧。孙老爹就这么一根独苗，也怕打出个好歹来，亲自往张郎中那头请人。结果老子只给人看病，不给畜生看病。孙老爹气得一口气差点没背过去，灰溜溜地走了。狗日的，还有脸请我去看病？张郎中听脚步声走远，朝地上狠狠啐了一口，一转身：“你能不能不要装神弄鬼的？真要被你吓出个病来！”少年没理他，拿起手中的铁剑便舞了起来。一通剑练完，盘坐在地上。李景业，你要不要听个八卦呀？刚刚孙家老二色心大发，竟然想强奸长嫂呢！被唤作李景业的少年连个眼皮都没抬，一副老僧入定的样子。张郎中见他这副德行，八卦之心顿消，打算回床上挺尸。徐怀，那小丫头什么来路？哼，你终于忍不住问我了。来路很大，你知道她那个疯娘是谁吗？是谁？扬州城谢府谢二奶奶。李景业一脸茫然。哎呀，你不知道那个谢府也很正常，没什么名气，也就是个不入流的官宦人家。这二奶奶姓高，从京城嫁过来的。高这个姓，你总该熟悉吧？李景业剑眉一蹙。可是那个被……嘘，小声点儿，当心隔墙有耳。李景业面沉似水。张郎中这才想起这货的2个贴身侍卫青山、乱山就隐在附近，别说是人，就是一只苍蝇都飞不进来。别见怪，我这是被吓习惯了。正是那个被满门抄斩的高家。李景业目光阴郁，没有再说话。少有不待当责其罚呀，这高家也是做了大孽呀。雷霆雨露皆是君恩，就是满门抄斩做了鬼，高家的鬼还得扣些黄点子。大不敬啊，大不敬！张郎中额角的青筋跳了2下，吓得脸色都白了。睡觉，睡觉。李景业依然盘腿而坐，夜色里的轮廓沉默而有力度。屋子不过是离了人几天，大半个时辰，家里焕然一新。孙家算是彻底摆脱了，下面就是将户籍迁出来，另立户头。后山那几亩荒地开垦出来，除了让爹种庄稼外，最好还要种点草药，草药来钱快，也能卖得上价格。娘有刺绣的本事，可以想办法做些精致的帕子、香囊、荷包，拿到镇上去卖钱。自己跟着张郎中好好学，争取早日出师。张郎中用针的技艺很一般，跟那个吊死鬼完全不能比。等把病历都摸透了，自己就能另起炉灶。
一家人齐心协力，1个月赚个3、5两银子，日子就飞上天了。翌日，谢玉渊是被院里的劈柴声吵醒的。行了，早饭你娘烧好了，赶紧去吃吧。爹，我去张郎中家吃早饭，顺便换银子。爹，今儿个帮我打张床，把屋收拾收拾。孙老大憨憨地笑了笑。哦，爹去哪儿都把娘带着，别让娘落单。放心吧，丢不了。谢玉渊到张郎中家淘米、生火、洗衣、烙饼，忙得不亦乐乎。等张郎中洗漱好，他已将早饭都摆了上来。听说你们被孙家赶出来了？正想求郎中一件事儿，我这儿有张100元的银票，求郎中换我些碎银子，好让我爹还了孙家的恩情。张郎中看着银票，心里震惊。这银子，我求陈货郎卖玉赚来的，这玉是打小就挂在我脖子上的，不偷不抢。哈，原来如此。张郎中也不多问，把银票往怀里一塞，便回了房间。再出来时，手里捧了100两银子出来。谢玉渊见了，一个小小的念头从心里升起：这个张郎中看到100两银子，连眼皮都没眨一下，必定不是什么普通人。他扑通一声跪倒在地，卖玉的事，求郎中保密。猝不及防的一跪，把张郎中吓了一跳。他这辈子净跪别人，何时被人跪过？快起来，快起来！还有个不情之请，求郎中答应还给孙家的50两银子，我只说是往郎中处借的，省得节外生枝。好个聪明伶俐的丫头。行吧行吧，你爱咋说就咋说。谢玉渊心中大喜，结结实实的磕了3个头。谢谢张郎中，我今儿想请半天假，到李正那边把户籍办了。郎中要是不乐意，扣我月钱吧。算了吧。郎中，你是这世上顶顶好的好人。谢玉渊跑回家，把50两银子交给孙老大藏起来。孙老大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银子，恨不得挖地3尺，好把银子藏起来。谢玉渊去了李正家，从怀里掏出半两碎银子，抖抖嗦嗦地递到李正跟前。大人，刚刚求张郎中借了50两银子，求大人和我往孙家走一趟，把事情了结，户籍的事情也劳烦大人费心了。李正一听张郎中借了这么大笔巨款给孙老大，气得倒吸口凉气，二话不说一口应下。两人来到孙家，孙老娘见谢玉渊来，哟，才挨过1个晚上就求着李正上门，看来这大房10有8九是拿不出50两还恩银子的。哼，想再进我孙家的门，我呸，跪地磕头都别想。这老婆子昨晚没气糊涂吧？孙老娘，你想太多了。老大家50两银子备齐全了，你老收下银子，那画了押的纸我一撕，这事儿就算了结。老大家户籍的事儿，今儿也一并办了，以后桥归桥，路归路，各自安生吧。孙老娘懵了，没听错吧？短短1个晚上就弄了50两银子，好个孙有平，竟敢背着我们偷偷摸摸的藏银子，我们上衙门告他去。阿婆，这银子是我问张郎中借的，要不您连张郎中也一并告了。孙老娘，昨晚孙老爹求上门，被张郎中赶出来，一调过脸却借了老大家50两银子，这张郎中和老大家结的什么狗屎缘？这时孙老爹走出来，眼睛死死地盯着谢玉渊手里的包裹。办！哎呦，他爹！妇道人家懂个屁呀！一个忘恩负义的畜生，混50两银子，这买卖不亏。李正大人评评理，要不是二叔心怀不轨，我爹会忘恩负义吗？孙老爹，饭可以乱吃，话不能乱说。孙老爹被噎了个结结实实，肚子里窝着一团火，当着李正的面又不敢发作，把火硬生生忍下。没多会儿，一手交银子，一手撕纸，李正大人把文书往袖子里一塞，想着早上没吃上，手一背，扭头就走。谢玉渊目光悠悠地看着孙家人，此时此刻他和他们再没有半点干系。孙老爹，孙老娘，丑话说在前头，
以后你家那只色狗要再起色心，我和我爹一定会先拔了他的狗牙，再打断他的狗腿。不信，只管来试试。轻柔的声音落在两人耳中，似响雷。不得好死的贱蹄子，毛还没长齐呢，倒威胁起老娘来了，也不知道是哪里蹦出来的野种。给我闭嘴！先把银子藏起来，再想办法收拾他们一家。孙老大这个死杂种，样不说的白眼狼，早知道是这样，还不如当初把人捡回来时掐死他。孙兰花却只觉得一口气噎在他的喉咙里。事情办妥，谢玉渊身轻如燕地回到家，把事情一五一十地说给了孙老大听。孙老大听完，眼神有些发直，好像不太相信自己就这么和孙家一点干系都没了。爹，咱们去后山瞧瞧吧，得给他找点事情做做。好，我去叫你娘。三人来到后山，爹，咱们开垦了，这地就算是咱们的吗？村上人不会眼红吗？这荒山不是什么好地，也种不了什么好东西，费的事又多，谁来和咱们抢呢？原来是这样，谢玉渊心里盘算开来。他们在孙家庄了不得再住个1年半，1年半后肯定要挪地方。荒山土质不好，草药就算种成了也没啥药效，卖不上价格。爹，也不要种太多，1、2亩地就够了，供咱们一家3口吃喝就行。要不咱们也去买几亩水田，反正银子是够的。爹，昨儿个我做了个梦，梦到谢家人找来了。孙老大一听，脸色霎时大变。爹，谢家是狼窝虎穴，我不想回去，就想和你和娘好好过日子。等我在张郎中那边多学点本事，咱们就搬走吧。阿元呐，爹都听你的。爹，外头怪冷的，咱们回吧。咦，娘呢？孙老大心漏了一拍，四下一看，果然没有高氏的影子。两人赶紧分头去找，最后在一块大石头前找到了高氏。高氏蹲在地上，目光直勾勾地看着地上不知名的一朵小花。谢玉渊的心像被什么重重地敲了一下。娘喜花，娘曾经对他说过，开到茶飞花事凉，尘烟过知多少，一切都是虚影，是幻境，是凉风无信，是风月无心，是镜花水月，是一枕黄粱。阿元啊，你看这是什么？孙老大的惊叫声打断了谢玉渊的回忆，他定睛一看，竟然是一株野山参。爹，是野山参，你快挖出来，这个能卖钱。孙老大一听能卖钱，直接用手去扒。谢玉渊在附近仔细看了一圈，竟然又找到了2株叶子一模一样的，挖出来竟然完好无损。谢玉渊开心的恨不得在娘脸上亲一口。娘看个花都能看出银子来，老天爷一定是知道前世他们母女俩活得太苦，这一世才频频眷顾。回到家，谢玉渊叮嘱爹把野山参收好了，便去了张郎中家。张郎中下午去邻村出诊，谢玉渊依旧抢着背药箱，颠颠地跟在他身后。这一去又是忙到了傍晚才回来。谢玉渊放下药箱，便生火做饭。等饭做好，天已经黑了。他侍候张郎中和他侄儿用过晚饭，临回家前想着那3个野山参，郎中哪天去镇上，能不能带上我？去镇上做什么呀？家里要啥没啥，被孙家赶出来，娘连个替换衣裳都没有，我想给他添几身衣裳。2天后我要去药店进些草药，你跟着吧。谢谢张郎中。谢玉渊冲他鞠了个躬，飞奔进夜色里。张郎中走到院中央，哎，那谁呀？有没有发现我最近心肠很软呢？没有。张郎中气得胡子翘翘。眼下回到家，谢玉渊惊奇地发现还亮着灯，走进去一看，一张还没有成型的木床摆在中央。哦，回来了，你和你娘先睡，爹啊再做一会儿活。下午我去山里砍了棵树回来，等着床做好了，我再帮你娘做个浴桶。2日后，谢玉渊跟着张郎中一块去了镇上。张郎中看了眼谢玉渊抱了一路的布包，什么宝贝玩意儿，抱得连手都不敢撒。宝贝？连脖子挂的传家宝都卖了，还能有什么宝贝？说话间2人进了药材铺。哎呦，郎中来了，
真好，今儿个敬了好多上好的药材，您瞅瞅。先沏壶茶来润润口。伙计，给郎中沏壶茶。这一位是？我是来卖药材的，掌柜。小小年纪哪懂什么药材不药材的，别是挖了萝卜当人参吧？掌柜，您先瞅瞅，看不上我去别家。这是你挖到的？我爹挖的。掌柜，您觉得怎么样？还凑合吧，就是个头小了点，年岁短了点，不值几个钱。他是欺负我没见过世面吧？这老货是欺负人家丫头没见过世面呢。那您瞅瞅，这参值多少钱？6不得50两银子，都已经是天价了。掌柜，我年纪小，见识也不多，货比三家，我还是去前面几家药铺和医馆再问问。张郎中一听，莫名来了兴趣，不紧不慢地喝起了茶。嘿，你这丫头怎么这么急呢？什么都是可以商量的嘛。师傅，您说这参该是多少银子？帮丫头我长长眼。师傅？谁他娘是你师傅？真是臭不要脸！哼！也是巧了，他冷哼的时候，鼻孔朝着掌柜那头。丫头别见怪，老夫是生意人，常有看走眼的时候。这3根野人参，我给你500两银子，不能再多了。500两，成。既然掌柜这么爽快，那我也就爽快一点。小丫头，以后再挖这好东西，还来找我呀？你放心吧，掌柜，你人好，给的价格又公道，不找你找谁？哎呀，张郎中啊，你这徒弟嘴真甜，跟着你将来一定是个高人呐。张郎中心中冷笑一下，低头装喝茶。谢玉渊见茶盅空了，忙凑过去添满了，无声无息地拍了一记马屁。他上辈子之所以惨死，是因为不懂人心，不会看人眼色。对你笑的人多半背后捅刀，对你嗤之以鼻的人也许暗藏着一份关心。张郎中刚刚没有戳穿他的小把戏，又替他圆谎，又带他来镇上。这人虽然长着一张臭脸，却有一副好心肠。好心肠的张郎中不知道想起了什么。你拿着银子自个儿出去转转吧，我和掌柜有点事要谈。哦，是。朝两人恭恭敬敬地鞠躬道谢后，转身就走。家里缺的东西太多，谢玉渊先买了些粮食，然后还有油盐酱醋之类，又割了些肉用油纸包着，随后去了一趟成衣铺。拎的东西太多，谢玉渊索性把自己的新衣裳穿在了身上。重回到药铺，他这身打扮差点没把张郎中眼珠子吓得弹出来，整个人娇俏可爱。到底是哪家人家出来的呀？说的人含糊，听的人更是含糊，但谢玉渊从来不多话，老老实实的往角落里一站，等着张郎中把事儿办完了，好一起回家。我先走了，东西到了立刻派人通知我一声。放心吧你。背着手走出了药铺，谢玉渊赶紧跟上去，一只脚跨出门槛。明目草哪是那么容易找到的？明目草？谁的眼睛瞎了？从药铺出来，张郎中也不急着回去，在街上东一榔头西一棒的乱逛。可怜谢玉渊小小年纪，左手挎着一包东西，右手挎着一包东西，颠颠地跟在他身后，活像个跟班的丫鬟。好在张郎中闲情逸致，只维持了1刻钟，两人便打道回府。从镇上回孙家庄，中间隔了几个庄子，两人走到李家庄时，寂静的庄子突然嘈杂起来，村人们像潮水一样往一个方向跑去。张郎中好奇心大起，撒腿就跑。谢玉渊，原来郎中也喜欢瞧热闹。井里隐约传来说话的声音。没过多久，2个冻得瑟瑟发抖的男子一前一后爬出来，竟然从井里拉出一具已经泡得发白的女尸。李大娘，你儿媳妇被你骂得跳井了！我呸！幸好这贱货跳了井，否则我定要让李正开了祖宗祠堂，把这女人沉了堂才行。整天和男人眉来眼去，我骂他几句怎么了？呸！李老大，你媳妇到底有没有给你戴绿帽子呀？茅草屋前，男人蹲在地上，老妇人破口大骂，一句比一句骂得难听。这时，一个满脸是泪的小女孩，
我娘从来没有勾引男人，是你嫌弃我娘生我时坏了身子，生不出崽来，早也骂，晚也骂，还往她身上泼脏水，是你逼死她的，你要给我娘偿命！小婊子，你胡说什么混话？你和你娘一样是个贱货！你赔我娘的命！你赔我娘的命！说到恨极时，他要拿石头去砸那妇人，却被他爹一掌打翻在地上。爹！他仿佛不敢相信这一巴掌会是他那个老实巴交的爹抽上来的。他突然想起自己的生命中，爹无数次的沉默不语，娘无数次的在深夜哭泣。儿子，给我打死他，打死这个小畜生！娘，行了，把人葬了吧。做梦！这种生不出带把的寻死货，只配一张破席子扔进乱坟岗，绝不能进我老李家的祖坟，不吉利。小女孩一听这话，眼睛都直了，突然重重一跪：各位阿爷阿婆大叔大婶，我李青儿卖身葬母，谁能让我娘入土为安，我就给谁做丫鬟，就是童养媳也是使得的。跳井而死乃大凶，谁敢应下他的话？方才还热闹的人群顿时被泼了一盆冷水，凝固住了。谢玉渊嘴角扯出一记冷笑：我买你，我出10两银子，哪位邻居帮忙找个能埋人的地方，让死者入土为安，这银子就归他了。轰！这话像在众人耳边炸了个响雷。这小丫头疯魔了不成？庄稼人一年到头都存不了几两银子。哼，后山柏树才可以买，银子拿来，我去。不，我家田埂后头也可以买，给银子就行。村东头的土堆旁边也能埋人呐。谢玉渊看着从人群里站出来的3个村民，从贴身的衣服里掏出10两银子，往地上一扔，用手指了指站在身后正目瞪口呆的张郎中。我家郎中说，你们3人一起把人埋了，银子拿去平分。话落，走到那个女孩身边：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李青儿。青儿，从今往后你就是我的人了，跟我回家吧。傍晚，谢玉渊领了个李青儿回家，把孙老大吓了一跳。倒是高氏睁着2只黑黝黝的大眼睛，好奇地盯着生人看。爹，这是我买来的丫鬟李青儿，以后就让她伺候娘。咱们家穷的。爹，昨儿个挖的野山参，买了500两银子。500两？你刚刚花了点儿，又买了青儿，还剩480两。像是一记拳头落下，孙老大张着嘴，半天没有说出一句话来。青儿，你会做什么？洗衣、做饭、喂猪喂鸡，啥都能做。那以后家里做饭洗衣都归你了，粗活我爹干，你放心，有我一口吃的，就不会饿着你的肚子。这个世界上除了娘外，还没有一个人用如此温柔的眼神看着他。李青儿扑通跪倒，连连点头。谢玉渊扶起他，看着身旁的爹和娘，心里满满胀胀的满足感。有银子，有中奴，这日子好像越过越繁华似锦了起来。谢玉渊兴奋了片刻，肚子咕噜咕噜地造起反来。我去做饭。青儿，做顿好吃的。哎，你们坐着，我去把那床再钉几个钉子，弄得结实一些。知道我为什么要把你买下来吗？李青儿摇摇头，表示不知道。一个能把自己卖了，只为能让亲娘入土为安的人，光这份孝心我就喜欢。既然多活一世，就得预备着以后的风雨。谢家肯定会找过来，能躲得过固然好，躲不过那他和娘就得回去，那里才是血雨腥风的开始。有个重情重义豁得出去的丫鬟护着，母女俩在那府里也不至于两眼一抹黑。谢玉渊想到这里，心里悠悠叹了一口气。我比你大1岁，你叫我生姐，以后咱俩睡一张床，要是不想跟着我了，也别不好意思，我放你走。姐，那个家我回不去了，我娘跳井就是他们逼的。不回去就不回去，这儿就是你的家。到了灶间，李青儿开始做饭，酱香浓郁的肉香从锅里飘散出去，勾得爹和娘放下手里的活计，围到灶台前。这手艺跟谁学的呢？我娘小时候也是丫鬟，后来犯了事被赶出来，用自己存的几两碎银子做了嫁妆，嫁给了我爹。你娘犯了什么事儿啊？李青儿摇摇头，谢渊心中冷笑。
大户人家中暗藏的鬼鬼魅魅何其多，一个丫鬟算什么？这时肉酱已经好了，看着就让人垂涎欲滴。孙老大闻着香味儿，眼睛都直了。这些年在孙家，何时吃过猪油拌的饭？爹娘，咱们的好日子才刚刚开了个头，以后啊会越来越好的。谢玉渊说完，把李青儿拉坐下来，多吃点，别客气。李青儿看着谢玉渊瘦骨嶙峋的手腕，心里像被什么东西给堵住了。这家人家的日子也不容易，却还肯掏出10两银子把娘埋了，这份恩情他就是到死都得好好还。谢玉渊快速吃完饭，从锅里盛出一碗肉酱给张郎中端去。他有样学样，把刚刚李青儿做的那几道菜又做了一遍，又烧了个红烧大肥肉。张郎中每个菜都尝了尝，指着那道肉酱道：这菜呀，最符合老夫的胃口了，以后可以常做。郎中，这菜是我家青儿的手艺，您要不嫌弃，这1日3餐我让青儿帮您做，不要您的钱。那你干什么？我替郎中拎药箱、研末、代写方子，啥都能干。张郎中此时才算咂出些意味来，他抚了把山羊胡。好啊，丫头，你死乞白赖的来我这儿，是想偷学我的手艺吧？谢玉渊眼中划过波澜，轻轻地应了一声。张郎中简直哭笑不得，感觉自己的脑子可能都被孙家庄胡氏的民风给浸润了。人丫头挖了这么大的一个坑，自己弄是雄赳赳气昂昂地跳了下去，连个后知后觉都没有。这谢丫头是个什么物种投胎？说吧，为什么想学医？郎中，我就想以后有本事养活爹和娘，饿不死，穿得暖，仅此而已。狗屁仅此而已，学医就能饿不死，穿得暖，这他妈什么神逻辑？张郎中怒从心起，想当年自己自己还不是混到了只能饿不死穿得暖的地步，还提什么当年？郎中不用担心教会徒弟饿死师傅，我跟郎中就学1年，懂点皮毛就行。学医学皮毛？你给我有多远滚多远！医这东西学无止境，你学点皮毛就想出事，你是想把老子的一世英名都给糟蹋完吗？谢玉渊先是一愣，再是一惊，随即他扑通一声跪倒在地，娘的，这就是命啊！他这辈子起起伏伏，上蹿下跳，蜜水里泡过，苦水里浸过，心里早就盘算着要收个徒弟传下去。张家这点医术不能绝在他手上啊！哪知道慕名而来的不是那些个要么太蠢，要么太丑，难得碰到一个不蠢不丑还算伶俐的，胆儿又太小。眼前这一个不蠢不丑，胆子肥，偏偏是个丫头，真是造化弄人啊！起来吧，我这没什么可教你的，自己能悟出多少算多少，且看有没有天分吧。谢玉渊实实在在地磕了3个头，谢谢师傅，我这人没啥天分，就是能吃苦，月银您甭发了，以后等我赚了银子孝敬您。滚滚滚！张郎中见不得他那副得了便宜又卖乖的样子，谢玉渊滚到东厢房收饭菜，正要拿水冲洗碗的时候，鼻尖隐隐传来一丝似有若无的药味儿。他低头对着碗嗅了嗅，才发现正是碗沿上传出来的。有病，常年吃着药，见不得光，闭门不出。一双黑色深邃、无波无澜的眸子，郎中侄儿的形象在谢玉渊的脑海里渐渐明朗起来。天色渐黑时，谢玉渊朝小路回到家中，被门口的黑影吓了一跳。谁？孙兰花转身，这是谁？这是谢玉渊吗？也难怪孙兰花没认出来，谢玉渊身上穿着新衣服新鞋子。孙兰花，你找我有事吗？没事，请让开。你身上的衣服怎么回事？这和你没啥关系吧？什么叫没啥关系？好歹你们也是从孙家出去的，万一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，丢的是我们老孙家的脸。全村人都知道我爹被赶出来了，你们孙家就不要咸吃萝卜淡操心了。说，上我家来干什么？孙兰花这才想到自己来的目的，原来是孙家人听说老大家买了个丫鬟回来，觉得奇怪，所以派他来打听打听。没想到丫鬟的事情还没有打听清楚，就受了极大的刺激。哼，你死定了！拔腿就跑。哼，
他要马上告诉阿爷他们去。孙兰花飞也似的往家里跑，跑到半路时，正看到李正和他的娘子在路中间走。这孙老大一离开孙家呀，好运气挡都挡不住啊！也是见了鬼了，那后山我也常去，怎么就没有看到有野山参呢？赶明儿等天黑了，咱们再去一趟，我就不信这个邪。到时候咱们挖了野山参，也花钱买个丫鬟回来使唤使唤。孙兰花心里像是渐渐明白过来。谢玉渊根本没把孙兰花放在心上，回到家，娘正坐在床边给她缝被褥。阿渊姐，婶儿的针线活真好，想学啊？让娘教你。改明儿你跟我去张郎中家，郎中说你做的饭菜好吃。阿渊啊，那你呢？郎中收我为徒弟，我跟着他做药童就行。徒弟？爹，以后等我学成了，我看病养活你们。话音刚落，就听到大门被敲得砰砰直响。我去开门。大晚上的把门敲成这个德行，除了孙家人没有别人。门打开，果不其然，就看到孙家二老气势汹汹地站在门口。你们来干什么？好你个吃里扒外的小贱人，居然敢偷我们孙家种在后山的野山参去卖，把银子给我吐出来！孙老娘，你说这后山的野山参是你家的，那请问你们家种在哪个山坳里？别废话，不管哪个山坳都是我们家的。孙老娘，谢老太爷都不敢说这种话，你这脸皮真是够厚的。小畜生，老娘我就厚给你看。他爹，给我抢，抢回家再说。我看谁敢！孙老大手握着榔头走上前，脸上是滔天的愤怒。畜生啊，我一把屎一把尿把你养大，你竟然敢对我动手！来呀，你动个试试看，来呀！一记脆响，所有人都呆住了。孙老娘，我满足你的要求，不过你脸上的皮肤又粗又老，手感很一般。孙老娘几乎要呕死。他爹，给我抢！孙老大对着孙老娘多少还有几分孝心，手里的榔头哪里舍得敲下去，只能做个木头桩子杵在那里。孙老爹像阵风一样冲进屋，眼睛贪婪地四处搜寻。高氏吓得躲在角落里瑟瑟发抖。抢东西了！光天化日，有人抢东西了！各位街坊邻居们都过来瞧一瞧啊！李正大人，你可得为我们做主啊！声音凄惨无比，把刚刚吃完饭闲着没事的村里人都勾了出来。谢玉渊一口气跑到李正家，大人，你帮帮我，他们明抢了，我要报官。自己管辖的村庄从来都是五好村庄，什么时候有人敢明抢？别哭了，走，我跟你去瞧瞧。两人走到屋前，孙老娘见小畜生回来了，就要打过来。住手！你这是要做什么？李正大人，这丫头偷奸耍滑，我正在教训她呢。李正大人，他们是到我们家来明抢的，还打了我爹。嘿，放你娘的屁！你们家的东西就是老娘的东西，连你的狗命都是老娘的。哎呀，都已经分家了，50两银子都拿了，还什么你的就是我的，臊不臊啊？嘿，老娘们想钱想疯了吧？听说孙老大连户籍都迁出来了，和有屁个关系啊？明抢这种事情，还是早点报官吧。你们统统给我闭嘴！这是我们家的家事，关你们这些闲人什么屁事？话音刚落，孙老爹从屋子里冲出来，手里捧着一块猪肉。他娘，猪肉，这是猪肉啊，咱们抢回去。哎呦，要点脸啊，孙老爹！连肉都抢，你们家是穷的揭不开锅了吗？谢玉渊见状，心想无论如何这一回都要把孙家解决掉，再也不能让他们踩在自己头上。李正大人，他们疯子！光天化日抢东西，你们一个个的不把我李正大人放在眼里了吗？哎呦，我这是造了什么孽呀！一把屎一把尿的把老大养到这么大，我拿块肉怎么了？这是他欠我的呀！
就是50两银子就想了结杨恩，天下哪有那么便宜的事？要没有我，他早死了。孙老爹，没有你，我爹活得比现在好上100倍。怎么着，他也是个大户人家的少爷。话落，所有人目瞪口呆。老岳，你会说什么呢？爹，你不在家的时候，有一回我听孙老娘偷偷问过孙老爹，说几十年过去了，那家人不会再找来了吧？还说什么命好，偷了个少爷放在家里做苦力。听到这里，孙老大整个人懵了，谢玉渊心里涌上一抹悲痛。爹哪里是捡来的，根本就是孙老爹生不出儿子，怕绝了后，趁着那家家奴带着小少爷上街玩，想办法把人偷出来的。这事儿也是前世爹死后那家人家打听到点风声摸上门，他才知道的。孙老娘见事情败露，冲到谢玉渊面前，抄起手就要抽下去，手在半空被牢牢握住，一抬头是孙老大怒不可遏的脸。你想干什么？是不是真的？什么是不是真的啊？阿渊说的是不是真的？小贱人的话怎么能信？你是我们……说！孙老娘被他吃人的样子吓了个半死，哪里还说得出半句话？街坊邻居一看，个个心里有数。哎呦，富二他个鸡脚老爷，真的是偷来的，这人良心都喂狗了吧？哎呦，这一家子都是什么人啊？赶紧报官坐牢吧，这没王法了呀！丢孩子的父母怕都是要急死了吧？月光下，孙老大眼中闪烁着冰冷锐利的锋芒，感觉胸口像被榔头狠狠敲了一记，锥心刺骨的痛。他嘴一张，喷出一股热血来。爹！高氏从屋里飞奔出来，双手死死地抱住孙老大，嘴里异常清楚地叫着：“阿平，阿平！”孙老大听到唤声才魂归原位，他看了看怀里的人，抹了一把嘴角的血。做鬼的6年，他早就明白了一个道理：鬼不可怕，人心才是这个世上最可怕的东西。滚！都给我滚！再也别让我看到你们！说完，他甩起手里的榔头，对着孙老爹的脚下狠狠地砸过去。这一砸，把地上砸出个恩断义绝。孙老爹吓得腿一软，尿了。孙老娘扶着满身尿骚味的男人，灰溜溜地走了。村人一看没热闹瞧了，纷纷散去。大人，偷卖儿童按我国例律该当何罪？我可否替我爹告官？阿渊！孙老大一声厉喝，冲李正大人抱了抱拳。他们到底养我一朝，这个官我不告，只是这孙姓我再不能用。求李正大人改户籍的时候把这姓改去吧，改成什么就告吧。孙老大随口这么一说，却在谢玉渊脑子里炸起了烟花，一股念头流星般的悄然划过。就高，高兴挺好，和娘一个姓。李正同情地看了孙老大一眼，叹了口气离开了。等人散尽，孙老大呜咽一声，慢慢蹲了下去，双手抱住了头，旁若无人的流泪。高氏虽然疯傻，却也分得清男人是高兴还是伤心。他有样学样，蹲在孙老大旁边，也抱着头默默淌眼泪。李青儿正要上前去劝，谢渊一把拦住。人一生不过几十年，转瞬就过去，仿佛浮光掠影。爹活了这半辈子，到头来才发现自己就是个笑话。当哭，他心中的痛旁人抚慰不了，只有疯了的高氏。李正大人是在3天后把新做好的户籍交到孙老大手上，上面工工整整地写了2个字：高崇。高是姓，崇是重生的意思。也因为偷孩子的事情被爆出来，孙家人成了孙家庄人人唾弃的对象，这家人不得不夹着尾巴过日子。孙老大又恢复了从前的样子，只是对高氏更看重了，当真是含进嘴里怕化了，捧在手里怕摔了，怎么疼都疼不过来。他这辈子无父无母，无亲无眷，也就这么一个知冷知热的人捂着他的心。谢玉渊暂时解决了孙家人，心思都在学医上，他已经到了和张郎中寸步不离的地步。张郎中刚开始只随他去，
也没正经教。半个月过去，他慢慢发现这个小药童天资聪慧，除了一点就通外，还能举一反三，这才慢慢的上了点心。又过了些日子，张郎中一看药童的水平一日千里，撅着屁股从箱子里扒拉出几本不知道何年马月的医书，扔给了谢玉渊。师傅领进门，修行看个人，就看这丫头的造化了。谢玉渊拿到医书，连觉都不想睡了，一有空就捧在手里看，如痴如醉到没日没夜的地步。高崇担心的要死，心想女儿不会看医书把人给看傻了吧，常常在旁边规劝着，等学好本事，把娘的疯病治好。从那以后，高崇再没多过一句嘴。转眼就到了年跟前，离过年将将半个月左右，七里八乡来找郎中看病的人突然一下子多了起来，张郎中因此忙得脚不沾地。这日月半，张郎中送走最后一个病人，已是一轮圆月高悬空中。丫头啊，不早了，收拾收拾，回去吧。谢玉渊一笑，手脚麻利地把桌子收拾干净。师傅，我给你烧过热水，天儿冷，你烫下脚再睡，舒服。这丫头还挺孝顺。谢玉渊走到灶间，把水盛进锅里，火苗映着他的小脸，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。再有半个月过年，就得给家里人一人添一身新衣裳，抽空还得往镇上去一趟，备点猪鸭鱼肉蔬菜什么的。正想着，耳朵里传来几声奇怪的声音，张郎中匆匆忙忙走进来。回吧回吧，这水我自己来烧。师傅。滚滚滚，老子累了一天了，不想泡脚，就想上床睡个觉。谢玉渊轻轻皱了一下眉，感觉张郎中今儿个有点不对劲。小丫头片子，你要是不想走，那就留下来帮我洗脚吧。想得美。谢玉渊无声地翻了个白眼，拍拍身上的碎屑。师傅，那我先走了。张郎中用一种奇异的目光看着他，好像他是什么洪水猛兽似的。看完，他的目光又瞄了东厢房一眼，死瞎子又犯病了。谢玉渊走到门口，正要打开门栓，下一刻张家大门被人从外面一脚踹开。你们？门口的官兵也没有料到一脚下去踢出个丫头来。少废话，官府抓捕逃犯要搜家，你们给我配合一些。谢玉渊想起前世也有官兵搜家的事情。师傅，师傅！张郎中匆匆跑出来，快到东厢房里拿几两碎银子来，好让官爷们买壶热酒喝。张郎中的话短促而低沉，谢玉渊听完感觉喉咙被人死死地掐住了。东厢房是张郎中侄儿养病的地方，他根本没进去过，哪儿来的银子？还愣着干什么？快去！张郎中一边说，一边把谢玉渊狠狠一推。谢玉渊跌跌撞撞地冲到了东厢房门口。东厢房从他第一天赖在张郎中家便是禁忌，日子久了，这种禁忌便根深蒂固到他血液里。就在他犹豫着要不要推门时，像野兽呜咽的怪声透过门缝传出来，瞬间谢玉渊的后背浮起一层冷汗。情急之下，他用力推开了那扇门。他看到雕花木的大床上影影绰绰蜷缩着一个人，怪声正是从他唇中溢出。那人似乎察觉到什么，本能地睁开眼睛，那双眼睛很特别，幽深阴冷。谢玉渊瞳仁一缩，整个人像被钉住了似的。官爷，官爷，快进来坐，我去沏壶热茶来。哎呀，这鬼天气能把人冻成毛病来。丫头，银子呢？找到了没啊？就在床上呢。张郎中咋咋呼呼的声音把谢玉渊的神思猛地拉了回来，他一下子悟出了张郎中那个老不着调话里的深意。外面有官兵，你是不是找个地方藏起来？把人引开，快！手心里被塞进几两碎银子，谢玉渊悚然一惊，咬咬牙，人就往门口冲出去。一脚踏出房门时，他突然顿足，回首，别怕，没事。李景业原本感觉自己像是被撕裂成了两半，一半是火，一半是冰，就快死过去了。这句话像一只温柔的手在他的伤口上抚摸了一下。
凌乱的脚步声已经传过来。谢玉渊带上门，一脸谄媚地迎上去：“官爷，拿去打酒喝吧。”官兵拿了碎银子，满意地朝谢玉渊看了一眼：“我师兄，这几天他在出天花，见不得人，吹不得风，已经被我师父关了5天5夜了。官爷，您要不放心，我把门打开，您去瞅一眼。”谢玉渊蹭蹭蹭跑到东厢房门口，大大方方把门推开。年轻的官兵露出一副见了鬼的表情：“老子还想多活几年呢。”官爷，西厢房是我住的地儿，我是这里的郎中，这丫头是我收的徒弟，就住村东头。兄弟们，有发现吗？老大，没发现。撤。话落，屋子旁的树梢上2个黑影对视一眼，谢玉渊长长松了口气，他把东厢房的门带上：“官爷慢走，官爷辛苦了。”这世上竟然还有比老子更会溜须拍马的人呢！谢玉渊捂着砰砰直跳的胸口，腿一软，跌坐在地上。“丫头，把我的银针拿来。”谢玉渊在堂屋的药箱里找到了银针。“师傅，针拿来了。”“给我滚进来！”谢玉渊硬着头皮走过去，往旁边错了一步，才掀开眼皮去看。床上的少年悄无声息，容颜雪白。他是死了吗？你死透了，他都不会死。算命的说他是长命100岁的命，无知小儿，给我滚一边去！郎中，你行针吧，别耽误时间了。张郎中心中想，我大概是被这丫头给气糊涂了。他3下5除2，把床上的少年剥得只剩一条短裤，露出精壮的上身。谢玉渊赶紧低下头，非礼勿视，非礼勿听。然而眼睛却像不受控制一样，忍不住抬起去看。他想看看张郎中如何行针。他是中毒了吗？张郎中猛地转过身，眼睛直直地看向谢玉渊：“师父，你忘了，你给我的医书上写着呢，血色发黑是毒发之症。”“你倒是用功啊！”谢玉渊赔了个笑，低垂下头。做鬼6年，那个异世的吊死鬼同他讲的最多的便是毒。医毒不分家，医为救人，毒为害人，但反其道而行，医也可害人，毒也可救人。故医者的最高水平便是解天下奇毒。受吊死鬼的荼毒，谢玉渊看病不行，对解毒却是了熟于心。刚刚张郎中的那一套针法，大部分的行针穴位是对的，但最后5针有错。倘若……谢玉渊想到这里，用力地咬了咬牙，脑子一下子清楚了不少。多一事不如少一事。这时床上的少年嘴里闷哼一声，缓缓睁开了眼睛。“秀慧，你他娘的好了伤疤忘了痛是吗？啊，你现在的身体能有内力吗？老子辛辛苦苦把你从阎王那边救回来，是让你糟蹋了吗？狗日的王八蛋，老天怎么不下刀人劈死你呢？”唾沫星子溅在谢玉渊的脸上，他最大限度地控制住自己想冲过去捂住他嘴巴的冲动，勉强维持住因为震惊而砰砰直跳的心，脚步却一点点往外移。“谁？是我那丫头。”李景业的脸色变了几变，慢慢闭上了眼睛。怪不得师傅要寻名木草，原来他是个瞎子，但那双眼睛实在太过深邃，不像是瞎的呀。“师傅，没什么事，我先走了。”“急什么？”谢玉渊，他这副样子是打算将他杀人灭口的意思？谢玉渊心漏了一拍：“师傅，我口风很紧的，刚刚什么都没有听到，也什么都没有看到。”张郎中一愣：“还有，师傅杀了徒弟，是会遭天打雷劈的，你千万别动那个心思啊！咱们有话好好说，有话好好说。”这丫头是脑残了吧？她有说过要把他杀人灭口这种话吗？“你去打点热水来，帮我这儿擦一擦身体。反正这屋子你也进来了，以后除了和我学艺之外，就帮衬着照料一下我这侄儿。”“师傅，男女授受不亲。”“你毛还没长齐呢，还想这个？快滚！”谢玉渊麻利地滚了。到灶间的时候，他的脚步慢了下来。如果刚刚他没有看错，那少年中的毒应该是千机。
按理说中这毒的人不出7日必死无疑，但那少年还活得好好的，应该是有人用银针封住了他的7经8脉以及内力。然而药性还在，7经8脉走不通便会往上走，使得人双目失明。谢玉渊悠悠叹了口气，谁会给一个少年下这么阴狠的毒？东厢房里，张郎中在李景业身上这儿摸摸那儿摸摸，等确认这货身上的装备还齐全着，方叹出口气，无声地坐了下来。去让人打听一下，这部滚饼是谁派来的？他妈还用你说吗？那丫头可靠吗？比你可靠，也比你机灵，还比你嘴甜呢。李景业无声笑笑。李景业，我和你说，你现在的毒已经攻到了眼睛，很快就会蔓延到耳朵，然后是七窍，然后再是五脏六腑，离死不远，对吧？你瞎子，听我一句劝，咱回去吧。万一哪一天你做了孤魂野鬼，我没脸向他们交代呀。李景业神色冷漠，仿佛没有听到他说的话。就在这时，谢玉渊端着脸盆走进来。师傅，热水来了，是现在擦还是等拔了针以后再擦？张虚怀木然地看了他一眼，一甩袖子，飘飘然离去。谢玉渊简直哭笑不得，感觉张郎中上辈子应该是投胎到了大族贵小姐身上，否则这辈子不会有这么阴晴不定的臭脾气。师傅侄儿，我帮你额头擦擦。谢玉渊的话戛然而止，他猛地睁大眼睛，不由自主地后退了2步。只见床上的少年嘴一张，血顺着嘴角渗出来，不光是嘴，连鼻子、眼睛、耳朵都在往外冒血，7孔流血乃死亡之兆。谢玉渊浑身的血液直冲向头顶，他战战兢兢地伸出手，飞速地拔下他身上的几根银针，准而狠地插入他的阳白穴、四白穴、攒竹穴、迎香穴。刺痛排山倒海般袭来，嘴一张，从喉咙里直接喷出几口腥黑的血，头一歪昏了过去。啊，喂，哎，你怎么样了？身后传来风声，谢玉渊警觉地一回头，说，你刚刚对他做了什么？师傅，我在帮他止血。张郎中2条剑眉微微上挑，以此来压制住心中的震惊。他甩袖而出，仅仅片刻时间，心里就后悔了。折回去时，正好看到这丫头下针的那一幕，从来没见过有人如此准确而犀利的用针。她一个小小年纪的乡村小丫头，怎么可能？谢玉渊这会儿后悔莫及，医者父母心，总不能见死不救吧？你怎么学会用针的？师傅平日里给人看病，我在一旁就记住了。做鬼6年这种话就不必要拿出来说了，说了也不会有人信。还会些什么？该会的都会。张郎中静静地看着他，眼中的惊讶一晃而过。他的毒，你有什么办法？这话一出口，张郎中自己都被自己吓了一跳。他是疯了吧？问一个乡野丫头如何治病？谢玉渊长睫半垂，肌肤在油灯下苍白透明。就在张郎中以为他说不出什么的时候，这丫头从李景业身上拔出5根银针，重新刺入不同的穴位。师傅，要去根不太容易，但保命还是可以的。张郎中将他刚刚的动作尽收眼底，心里却掀起惊涛骇浪。我了个大操，他怎么就没想到将针插入那几个穴道？你真的是从医术上学来的？再加上自己一点点的领悟，这世上难道真的有药王转世投胎这一说？张郎中惊到不能再惊。师傅，其实明目草对你侄儿没多大用处，这套针行下来，3个月他的视力会恢复一大半。送佛送到西，反正自己也掩不住，不如就试试那吊死鬼的针法有没有用。石破天惊的一句话令张郎中脸色大变，屋里一片寂静。徐怀，让他试一试。不知何时，床上的人睁开了眼睛。谢玉渊目光轻轻扫过少年黑沉的眼睛，心里咯噔一下打了个突。这双眼睛就算是瞎的，也瞎得很漂亮。
这时，一道闪电划过夜空，谢玉渊心里无由来的发寒，他立刻拔腿冲出房间：“师傅，这事儿明天再说，要下雨了，我得赶紧回家了。”张郎中忍不住皱眉，好好冬日怎么会有闪电？谢玉渊一路狂奔，像不要命似的。此刻高家刚刚开饭，大门被推开：“爹，你带娘去后山避避，村里有官兵在抓捕逃犯，让娘避着些。”高崇一听这话，他知道避着些是什么意思。高氏身份不简单，虽然是早应该死在乱坟岗的人，可万一呢？青儿，赶紧收拾一下。李青儿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，很迅速地把桌子收拾好。刚收完，大门就被踢开：“官爷，您来了。”“怎么又是你？”“郎中是小的师傅，这是小的家，这是我妹妹青儿。爹和娘去陈家庄走亲戚了。家里穷，比不上郎中阔气，这是孝敬您的，您别嫌弃。”“哎，可查到了什么？”“老大，没有。”“查。”“官爷慢走，官爷辛苦了。”“小丫头这么机灵，等擀面长开了，给官爷我做媳妇啊！”李青儿等人走远了，朝地上狠狠地啐了一口：“做你的春秋大梦去吧。青儿，你把饭菜热一下，我去喊爹娘回来。”“玉媛姐，高婶儿为什么要避着这些人呀？以后你就知道了。”深夜的孙家庄下起了大雨，诡异的是，中间还夹杂着轰轰雷声。寒冬打雷和6月下雪一样，都是非吉兆。青山走进来，单膝下跪：“主子，那些官兵挨家挨户的查了一遍，没查出什么来。这会儿已经骑马去陈家庄了，可探出他们的来路了，是扬州府衙门的人。扬州府会不会是冲着那丫头和她疯了的娘来的？”李景业挥了挥手，青山一个跃身消失在夜色。“徐怀，那丫头的身世，你再帮我详细说说。”“那丫头叫谢玉渊，是谢家嫡出的3小姐。她生父谢义达，没什么名气，也就是个扬州府的知县，小小的从六品，生母是高柱。”李景业苍白如纸的脸上露出一点波澜。京中高家乃大族之家，曾经权倾朝野。谢玉渊的曾外祖父高斌是建元30年的协办大学士，后官至文渊阁大学士，建在帝辛。高斌膝下子女众多，最出色的乃是一双嫡子嫡女。嫡子是高环，官至内务总管；嫡女高婉秀女入宫，由先帝赐给当今天子，封为高贵妃，深受皇宠。高恒也有一对嫡子女，长子高普是叶尔羌办事大臣，权倾西北；嫡妹高柱就是那丫头的疯娘。谁能想到那个疯疯癫癫的女人，竟然是高贵妃的嫡亲亲侄女，真是造化弄人呐！高家当年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败得一塌糊涂？我问你，你知道叶尔羌是什么地方吗？朝廷采玉的地方，玉石和人一样，分为3、6、9等，好的只供皇亲贵戚，越差的则由玉石商买下来，流通到全国。传说啊，高普等人叶尔羌办事大臣期间，私下组织民间3200人进山采玉，共采得玉石1万多斤，之后偷偷运往内地销售换钱。有这么一实据吗？还是传说啊？传说在抄他家的时候，地下前后花园挖出大批玉石，简直就是一大片一大片，多得搬都搬不过来了。皇帝老儿一看，这还得了啊？重罪，死罪。所以就抄家灭族了吗？奇怪就奇怪在这儿，高普没死。哎，怎么没死啊？死得透透的，惨惨的，惨到什么程度啊？你想知道吗？不等李景业回答，传说高普的尸体至为狼犬，不可入殓，携回内地。倘有潜行携回者，则必从重治罪。李景业看不见的黑眸蹦出锐光，他虽然年轻，却也知道朝中抄家灭族的规矩。像这种死无葬身之地的做法，本朝似乎还没有先例。我跟你说，不光高普下场很惨，他父亲高恒、祖父高斌当年的下场都很惨呐。高恒